当每个人都拥有开放、包容、尊重与敬畏之心，才能创造出地球最完美的版本。1. 社会体系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全球智能 AI 网络系统建立，系统的资讯收集和母子框架的建立，使人人可以参与管理成为可能。1. AI 个人助手、管家、穿戴式或嵌入式。个性化交互服务，提供衣食住行、健康管理等日常个人所需资讯与协助。2. 区域子系统，根据原有国家、文化、语言、气候等因素，重新划分全球区域。系统根据设定因素的权重不同，提供几种方案，最终由全人类投票决定。人们可以拥有所属区域的提案权、投票权。人们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最希望居住的区域。3. 全球母系统，汇总全球资讯，主要用于全球性的提案及解决。所有人类都拥有在全球母系统的提案权、投票权。如何使用系统？1. 资讯类，可自由发布和获取资讯，都是免费公开的。AI 会将雷同讯息归纳，减少整体网络资源的占用并提升搜索速度。对于虚假资讯，人们可举报。AI 搜集后由人类职员判断校正与否。2. 提案类，人类可将任何事件与问题提案在系统上，需选择区域或全球。所有提案人除了问题表述，还需要同时提出解决方案，而其他人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议题下发表自己的解决方案。AI会归总雷同或相似提案及解决方案，根据人气罗列榜单，对其进行解决方案公投。通过公投后的方案，支持者们组建成方案组，共同协作指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并募集专业人员和资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货币逐渐消失，人们需要或者提供商品和服务，取决于自身意愿。2. 经济活动。科技的发展与货币的消失，使人类不再为了生存而活，而是探寻自己生命的意义，开始真正有精力关注地球与其他人类需要。农业上，各个区域系统会根据气候与地理条件，与人类专家协作，提供种植预报。汇总到母系统，提供全球种植预报方案，由全人类公投下一年的种植方案。所需的机械与种子、肥料等会进行全球调配。当然，品种种植的地域每年会有微调。大规模的智能机械化种植只需要部分专家协作与监控，使人类摆脱劳力，也提升作物产出。养殖类，随着人们对动物的尊重度越来越高，人们只保留了蛋、奶的需求，并以自然的方式散养。食品可通过个人助手预订，也可自行去店铺领取。人们可以看到全球的供应数量。AI 系统则会根据数据进行养殖预测，指定方案。矿产类，人们将更有计划性地组织探采，而资源的回收利用也减缓了能源的开采。工业上，全球布局提升生产效率。服务与科技业主要集中于城市人口稠密区，大部分工作都已经可被机械自动化，人类则以管理协作的身份参与。
人们参与工作主要是体验，并乐意用自己的专业为他人提供便捷。人们随时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工作，只要有了新的向往，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学习新的方向。工作不再支付薪水，工作是建立在兴趣上，以获得他人的敬意而有成就感的。人们需要商品与服务时，也不再需要购买，而是需要和想要。人们也不再所求无度，因为将有限生命花费在真爱的人、事、物品上，才能产生最大的愉悦体验。世界上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都可以进行客制化，创造性工作是人类未来的方向。提供或获得独一无二的商品和服务，给供求双方都带来成就感与愉悦。各种虚拟体验、实景体验、心灵服务被挖掘，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当金钱不再限制人类，人类的价值观也变得多元化。通过网络和实时翻译器，人们可以与志趣相投的人组成团队，地域限制被缩小，人们可以更快速地找到其他人，一起工作或体验乐趣。AI系统会定期发布行业分析与预测，人们可以结合自己的热爱，更有效为全人类创造价值。3. 文化。各体系下的文化形式与作品都将成为全人类的财富，而通过 AI 系统收集、规整、系统保存为电子文件，供所有人免费使用、欣赏。实体作品会在各个区域设置的展览馆展出，免费参观。文化作为一种表达，不再有政治性，更加多元化。每个人都会探索属于自己的表达，文化带给人们乐趣。未来人类人人都是艺术家。不再有主流文化，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创意。AI 艺术将有巨大发展。4. 教育。学习新知识、技能将是终身制的。AI 会根据年龄及兴趣职业偏好推荐课程。线上教育、线下教育、人机交互学习，多种方式获取知识技能。父母需要协助儿童定制学习计划，并有监管机构评估与协助。儿童可在父母的陪同下进行非年龄限制的团体学习。人机接口的发明，使人们可以快速获取大量记忆型知识。在理解重构知识体系和技能操作方面，还是需要自己思考与练习。学习是生命体验中重要的部分，而各种专业扩展了人们的思维，在发现问题和寻求解决之道上，可以有更深入和多元的思考。学习让不同年龄、文化的人组成团体，共同交流，拓展彼此的见解。教育与法律。不得侵犯他人身体与财产。不得干预他人的自由意志。法院仍存在，人们可参与线上审判。受害者的伤害将会同样用于惩罚加害者。双方的身心问题将会有机构进行持续的治疗与追踪。5. 生命与健康。AI个人助手会定期提供个人健康数据并提供医疗方案。身体疾病多采用无创伤的纳米机器人进行治疗与追踪。身体残疾人士可选择自体干细胞修复服务。心理健康受到重视，愉悦的精神状态是健康体现。
很多人从事心理治疗和追踪的工作来服务他人。各种创新式疗法，如光子、磁场、波等被应用，人类寿命大幅增加，衰老被延迟，人类数量被控制在一定合理区间值，生育后代需要进行申请与评估，包括生理、心智、双方对养育的未来规划等方向。生育可以自提，也可选择体外培育。老年人可以通过 AI、个人助手和智能居家机器人协助自理生活。临终服务主要在机构中由专业人员及服务型机器人照顾。基因改造是被监管的，主要用于延长寿命和降低缺陷。克隆体被认为是永生的方式，但对多样性有危害。6. 环境与地球。人类城市与自然环境没有明确界限，人们居住在大自然里。保护区域需申请入内，且有人数限制。人类使用清洁能源和减少人工垃圾。电、风能、太阳能、闪电、海水与河流、地热、水、河流、雨水、空气冷凝、污水。个人居家都有滤水再利用系统。垃圾，使用天然包装即可重复利用包装。食物和粪便垃圾区域设置的堆肥场处理后用于种植使用。化工日用产品垃圾细分垃圾场处理，再利用。全球卫星网主要进行天气监控、通讯数据传输。7. 个人生活、服饰。功能性面料广泛应用于纺织品、恒温、防辐射、抗击打等等功能，便于人类各种用途。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，也可以组成团体，在自己的世界发展各种风格类服饰。多元化需求，从而衍生出丰富的定制公司，个性定制成为主流。8. 个人生活、食品。全球化战略养殖大大提升了食品的产能。机械自动化生产，人类进行监管。AI、个人助手可以预定食材、料理等，从区域仓库由无人机、汽车再分送到各个社区与个人。AI、个人助手会根据健康数据定期提供个人健康食谱。药剂式餐饮被应用于快速补充能量。人造肉被用于提供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，取代杀戮。创意料理美食是创新式商业的重要组成。9. 个人生活、交通。远程交通主要采用公共、飞机、磁浮列车、火箭。短途交通主要为个人飞行器。无人汽车和轮船主要是货运，搭配无人机配送。个人飞行器限定在一定高度下的低空区域行驶，兼具地面行驶功能。飞行器被设定的安全原则是强制避开物体，默认自动驾驶，可选择手动。拥有多台飞行器，一定时间未驾驶会被列入共享设备。他人可预约使用，但所有权不变。飞行器有定期自检功能，所有者 AI、个人助手会收到检修通知，可自动送修。10. 个人生活、灵性、自由意志不可侵犯，私人财产不可侵犯。多元的价值观，可以做自己热爱的事，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成就。合一法则，对自己、人类、宇宙万物都保持尊敬与包容的态度。
你可以选择任何人做你的老师，而对方将获得你的尊崇。一生可以自由学习多种领域，这将扩展你的眼光与思想。多领域学习将打破固有思维的限制，更尊重和自己不同观点的人。对于不同观点的探讨，人类将更成熟，因为合一的法则让人们意识到不同可以扩展自己的视野。心理健康更多被关注，人们会更积极寻求协助，也会有心理医生来定期协助。人们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自我灵性提升。11、信念。人类将共同创造人类的未来。